一群不孝的孽种！哭丧啊！老婆子我还没死呢，用不着你们在这儿耗丧。奶，求求您了，我爹他真的快不行了，求您给点钱，让我去镇上请个大夫吧。滚！你们当我老赵家的钱是大水冲来的，没钱。奶，就借几个铜板，我爹会撑不住的。赶紧滚去干活，否则今天你们大房谁也别想吃饭。再哭一声，我让你们全家今日无饭可吃。靠！小爷我一个21世纪刚毕业，正准备啃老收租摆烂的大好青年，睡一觉竟然穿越了，穿成个快病死的管夫，还直接儿孙满头。好家伙，少走30年弯路啊！要不是这老赵家是个吸血的无底洞，小爷都能直接退休了。二房赵怀远那个吸血鬼，改个名叫赵青狼，读了30年书，连个功名都没有，拿着全家的钱在外挥霍装大爷，老婆孩子全教养着，连个6岁的幼子都要送去启蒙，反而把我大房当牛马使唤，压榨出最后一滴血。这无底洞，小爷我绝不填。可这万恶的古代社会以孝治国，上面那对偏心的老骨头不死，一顶不孝的帽子就能活活把人逼死。拿捏不了上面那对老骨头，我还拿捏不了下面这群小崽子。小爷我有大房这几个壮道力儿子，就算净身出户也能吃香喝辣。赵大郎，滚进来！爹，您怎么样了？您吓死儿子了！大郎，您说近点，您还病着呢，怎么能把我们分出去？爹，而且我们大房1文钱都没有，这要是被分出去，就是喝西北风啊！不饿死也要冻死在外头。哼，我是爹还是你是爹？听我的就是，这次病了一场，我也彻底看明白了。再不分家，我们大房上上下下迟早全都要被这群吸血鬼活活累死、逼死。可是爷和奶那边不管了，你爷奶肯定死活不愿意分家，放炮我们这群免费能管我，他们这个当爹的就能做你们的主，我亲口把你们赶出家门，那是天经地义，谁也管不着。可是爹，我们要真这么走了，头上不就得背一个不孝的千古骂名了？以后可怎么抬得起头啊？日久见人心，你们不孝的对象是我，只要我这个当老子的不追究，谁敢在外面胡咧咧，你们就给我大嘴巴子抽回去。难不成你老爹我还能去宗祠、去衙门告你们这些亲儿女不成？老赵他你死了爹，真是反了天！真特么恶毒！按我说的做，听我的。好，爹，儿子听您的。大郎，扶我出去。2郎、3郎，去把村长请来，还有大爷爷家的3位堂伯，全都请过来。哎，这就去。老大，你发什么疯？请村长干什么？娘，您拿着笤帚，受累了。村长，您请坐。3位堂哥，快坐。青虎啊，看你这脸色白得吓人，身子还没好利索吧？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没事，一场风寒死不了。今天劳烦诸位长辈兄弟跑一趟，是为了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我这些儿女实在是忤逆不孝，我还留着一口气呢。他们敢跟爷奶顶嘴对着干，所以我今天要把他们全都分出去。分出去？你们老赵家老两口还在，还没分家呢。你大房要先把儿女分出去。老大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把大房这些壮劳力全分出去，日后家里面的活谁干？地里的庄稼谁来伺候？老爹，瞧您这话说的，这些个孽障不孝顺，儿子这是心疼您和娘啊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再留在院子里碍你们的眼，这就把他们通通赶出去。你放的什么混账话？父母再不分家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老爹，我自然不会分不孝，我生是老家的人，死是老赵家的鬼，只是这些小大热天的，逼得我娘亲自拿笤帚打人这，把我娘累坏了怎么办？我没有，您看他们，大郎他们其实很孝顺。娘，您就别替这群孽种遮掩了。这种不孝子孙，老赵家绝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。好在他们是我亲生的，我这个当老子的能做主。今天必须把他们扫地出门。村长3位堂哥，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做个见证，请村长帮着写下分家文书。今天就让他们滚。好一招府邸儿女赶出去，也不让他们留在老赵家给2房当吸血的牛马。青虎，你当真决定了？这帮沙子我眼里容不下，赶出去！赵青虎，你个逆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好端端一个家，你非要给我搅和散了是不是？2郎、2郎、3郎、4郎、5郎，在。爷奶累了，送你们爷奶回房休息。烦了，放开老子！青虎，这文书你想怎么写？把他们一起分出去，几个儿岁满20岁后，每年只需给我50斤粮食，300文钱养老。成年的儿负责养育底下的弟妹，帮着操抚婚嫁。就写这些，能继续喝西北风吗？我大房绝不拿老赵家的一针一线，简单和旧带和如何修改点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我亡妻留下的2个银镯子，也给孩子们带走，留个念想。还好都是繁体字，小爷我都能看懂，不是个文王。大堂兄，今天麻烦3位了，日后等我病好了，定请你们痛快吃酒。大哥，大嫂他们都走了，我扶你回房躺着。大哥，你把大郎他们那几个壮一力全赶出去，眼看就要春耕了，家里这一摊子农活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咱们兄弟4个难道都是死人啊？家里面有什么活是我们大老爷们干不了的？连爹娘都没办法阻止大哥，我们能有啥办法？大哥也真够心狠的，大郎他们几个直接就被净身出户赶出去了。
这出去还不得饿死啊？老两口也是废物，居然连个老实巴交的老大都拦不住。要是怀远在家，绝不可能让大房就这么跑了。娘，大伯把大郎哥他们都赶走了，以后家里没人干活了，咱们二房的好日子是不是也到头了？也不知道爹爹什么时候回来。这可怎么活呀？没了大房这头血牛给咱们二房供血，咱们家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？舒坦。大哥，我先下地去了啊。怎么着，老四，你杵在那儿当木桩子呢？不用下地，还是你也病了？需要我这个当大哥的给你治治？没病，大哥，我这就去。想偷懒没门儿！春耕在即，家里25亩水田，还有18亩旱地，上万斤的稻谷产量，且全是我当亩39年，1年365天吃饱饭的日子不超过10次，纯的没苦硬吃。现在大房的劳力我都分出去了，接下来就得想办法让这老两口主动把我也扫地炮门。果然有穿越符力，一个懂球场大小的静止空间，只要身体或媒质触碰就能收取，连桌子柜子这种大件也能装。看来收取物品要消耗精神力，不能过度使用。大渊皇朝出力，说服徭役都不重。小爷我今年39，按现代人的养生法，起码还有几十年好活。宁做太平犬，不做乱离人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当务之急是彻底从老赵家这个泥潭里挣脱出去。小爷堂大学生，在这古代还能饿死不成？老大，你个杀千刀的懒货！老娘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要伺候你不成？你是要死了吗？这么慢！来了。你还好意思吃？你还当自己是老赵家的人？这糊糊是用我自己种的粮食熬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你个逆子！你今天是失心疯了吗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大郎他们给我喊回来，否则你就是忤逆不孝。我明天就去衙门告你，让你吃牢饭。去衙门告我？你个不孝子！老爹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大房的儿女是分出去了，可我赵清虎现在不还安安稳稳坐在老赵家的饭桌上吗？我每天按时下地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，这叫可孝顺呐！您要是真去衙门状告我不孝，官府打我板子收我坐牢没关系。可我们老赵家出了个不孝的逆子，二弟赵怀远的科举之路，怕是也要彻底断了。大渊朝可是最重孝道的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是真要把我活活气死吗？爹，您消气，大哥他可能就是……住嘴！你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。白天大房分家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放个屁？现在来装什么好人？老大，你说说，你到底要如何？老爹老娘，我摊牌了。我有儿子有女儿，如今连孙子都有了，这辈子也算值了。我累了，从今往后该是我休息养老的时候了。你说什么养老？我这老骨头都还没开始养老，你个正当年的汉子要养老？老大，你说什么混账话？我和你爹起早贪黑还在地里刨食，你倒想躺着享清福。老爹老娘想要养老，我赵清虎第一个举双手赞成。放心，你们有4个儿子呢，只要老2、老3、老4肯出力，肯定饿着冻着你们。你个逆子！我不想养老吗？可我一旦交权，谁来供养二房？老二和二房的大孙子赵树立马上就要下场科考了。夫子说树立是个好苗子，只要他们父子有一个中举，我老赵家就能改换分梅。我就是赵老太爷的。这老大兄弟侄子当了官，手指缝里露一点，够他大房吃香的喝辣的。现在想让我交权，做梦！逆子啊！你当真是个扶不上墙的逆子！老爹，您省点力气吧。大哥，你这说养老就养老了，那地下的活怎么办啊？大郎他们都被赶走了，家里本来就缺劳力。德行，我又没说我彻底不干活了，不干活我拿什么孝敬爹娘？真让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啊！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今儿不下地翻土啊？我还病着呢，没钱请大夫，没钱抓药，还不让我溜达溜达，松上筋骨。村长，劳驾问一句，大郎他们现在安置在哪儿了？村西头老杨头留下的那赵清虎装不下去了，谢谢。这么多年像头牛一样供着二房读书，现在是被榨干了不干了，老赵家要散喽。
爷爷来啦！爹，怎么样？吃的喝的都安顿好了？爹放心，大唐伯借了咱们100斤糙米，大牙他们上山挖了不少野菜，撑一段日子没问题。都过来说说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爹，我打算先带弟弟们开几分荒地，等过了春耕，我们就去镇上找活干，咱们有手有脚，总能赚到钱。还了唐伯的粮，再慢慢添置家当。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爹把你们分出来，爹有办法赚钱，就是要会让你们饿着。等时机成熟了，也从那个吸血穴的鬼地方搬出来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都听爹的。除了我，老家那边不管谁来叫你们干活，都给我装聋作哑。以前是爹糊涂，被所谓孝道道德绑架，吃糠咽菜，供着二房那帮白眼狼。现在爹醒悟了，咱们过自己的日子，他们就算以后当了皇帝，咱们也不稀罕。是爹。小爷我1文钱没有，得赶紧弄点启动资金，玻璃、肥皂、香水。我是懂理论，可没本钱啊。靠山吃山，还得从这石龙山里找门路。果然，静止空间存不了活物。春天万物复苏，找蜂巢割蜂蜜是个好买卖。不过，这片竹林里可是蛇的天下，别人怕毒蛇，小爷我可不怕。镇上的药铺可是高价收这些毒物呢，第1桶金就看你们的了。谷雨时节，蛇刚从冬眠中醒来，毒性最强，不过越毒越值钱。第1条，9条没毒的，6条有毒的，2条竹叶青，4条麻皮蝮蛇，收获还算不错。这竹林里不仅有蛇，还有春笋，改天来挖点做笋干。现在得赶紧去镇上把这批货出手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找你们老板。这位客官，看病还是抓药？我卖蛇。卖蛇？卖蛇的，老朽这儿收，跟我来后院。您长长眼。麻皮蝮蛇、竹叶青，好东西呀！老弟，这9条没毒的，3条大的，我给你100文一条，6条小的50文一条。至于这2条竹叶青，2两银子一条，麻皮蝮蛇5钱银子一条，这价格如何？成。董大夫爽快，日后我再抓到蛇，还能送来吗？哈哈哈，老弟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谷雨时节的蛇毒入药效果极佳，老夫绝不亏待你。在下绿竹村赵青虎，多谢董大夫。老夫姓董，百草堂坐堂大夫，日后常来。一大早又是窝窝头又是野菜糊糊，嘴里的都快拎出鸟来了。老板，包子怎么卖？肉包子3文钱一个，菜包子1文钱一个。客官您瞧，这大肉包用的可是今早刚杀的鲜猪肉，这么贵，我买的多，能便宜点吗？客官要多少？肉包子我全包了，菜包子来50个。哎呦喂，大主顾啊！老哥，我这肉包子还剩46个，您全要，我给您算5文钱2个。菜包子薄利多销，实在不能再见了。成交，包起来。爽，这才叫人吃的饭。精米30斤，糙米100斤，白面10斤。15条蛇卖带了6两多银子，虽然花了不少，但大郎他们现在房子、粮食都有了，缺的这些家伙也总算补齐了。大郎媳妇儿一个人喂4个奶娃子，必须得拿大骨头和肥肉好好补补。回家。大郎、二郎，出来扛东西！这件事发什么愣？赶紧搬进去。有精米、白面、肥肉，还有大骨头，让你媳妇儿好好熬点大骨汤补补身子，别饿着我那几个孙子孙女。来来来，一人一个大肉包，一个菜包，敞开了吃。吃吧，都吃饱点，小崽子们。小爷我先养着你们，等你们长壮实了，小爷在古代舒舒服服的摆烂养老生活，可就全指望你们了。爹，您到底哪来的钱啊？这些精米白面、五花肉、大骨头，少说也得值1两银子了吧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子别瞎打听。儿媳妇儿，以后咱们这个小家的钱你来管，这些钱拿着，日常花销尽管用，别省。爹，我不行的，400文，我这辈子在娘家和婆家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拿着，我还在老赵家那个虎狼窝里跟他们周旋，你爷奶绝不会轻易放我走，给你们的钱才是咱们傍身怎么行？媳妇儿，爹给你的你就拿着，这是为了咱们这个家。今晚就炖肉吃，
4个奶娃娃身子虚，得好好补补，但记住别猛补，肠胃受不了，慢慢来，多给他们熬点精米粥和糊糊，大骨头敲断了熬整整1晚上，把骨髓全熬出来，上面那层油撇出来就是上好的猪油。大郎，你去找村人打听打听，看附近谁家有刚下崽的母羊，有的话立马告诉我。4鸭、6狼还有大狗、2狗，这几个孩子再不补补，恐怕难养活。爹，我明白。你们一个个的身子在老赵家也亏空的厉害，粮食管够，这段时间全都给我把身子养结实了。爹，晚上家里吃肉，您留下来一起吃吧。不用，我这儿还有肉包子呢，你们自己敞开了吃，别替爹省。天杀的，老娘我在家累死累活，你一出去就溜达1整天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娘，我这不还病着吗？再说，我不是已经宣布开始养老了吗？哪还能干重活啊？讨债鬼啊！你们大房敲骨吸血搓磨了几10年啊！有本事你们把我洗干净煮了吃啊！一群白眼狼！老大，明天给我下地干活。老爹，我还病着呢，且已经开始养老了，干不了地里的活，最多日常在家编点竹筐簸箕啥的，别的活您另请高明。混账！明天你要是不下地，就别想吃饭。我们老赵家不养闲人。哦，这样啊。二弟妹，听到老爹的话了吗？老赵家不养闲人，你们娘仨明天赶紧收拾包袱回娘家吧。继续待在这儿，怕是要被饿死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饿一顿无所谓，可书香书宝还小啊，饿坏了可怎么得了？混账！他们娘仨跟你能一样吗？就是2房的人怎么能跟你比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都是一个脑袋2条胳膊。怎么，二弟妹，你比我多个脑袋啊？大哥，你这般羞辱我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明天这桌上要是没我的饭，2房娘仨也别想吃，否则咱们一大家子谁特也别想吃饭，全给我饿着。这个家人心散了，老大这混蛋软硬不吃，必须想个法子狠狠把他压下去。明天我去找族老。爹，咱们来竹林干嘛？那挠草屋的篱笆今天再收拾一下就利索了，明天我就能带弟弟们去开荒了。笨，开荒不需要农具啊，拿手刨啊。少废话，跟紧我。这竹林里可有值钱的好东西，小心点。爹，咱们抓了这么多，这些蛇真有人要？瞧瞧你那点出息！今天33条蛇，有40条都是毒蛇。明天让2郎、3郎跟着我，你赶紧滚去开荒。爹，这可是要命的买卖啊！万一这袋子破个洞，被咬上一口，儿子这条命就得搭进去了。就为了换口肉吃，亏得慌啊！吃肉，等会儿你就知道能换什么了。5条竹叶青，8条麻皮蝮蛇，还有1条尖嘴蝮蛇。这尖嘴蝮蛇可是大毒之物啊！赵老弟，你可是立了功了。竹叶青还是2两1条，10两；麻皮蝮蛇4两。这尖嘴蝮蛇，老夫给你没毒的。这就抓了几10条蛇，就抓了换了2两银子，难怪老爹昨天出手那么阔绰。爹，这买卖太划算了，虽然危险，但不就是几条毒蛇吗？谁在乎啊？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只要我动作足够快，那些蛇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毒蛇凶险，没有趁手的工具去招惹他们，就是找死。真被咬上一口，不等你下山人就没了。这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命的买卖。想想你媳妇儿，想想大狗、2狗，你若死了，他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？你还敢自己一个人去吗？爹，我明白了，我听您的。老板，这锄头多少钱？500文，斧子300文。大元朝生产力水平有限，铁器竟然卖得这么贵。要8个锄头，2个斧子，4柄柴刀，1把菜刀，2把剪刀，一共6两银子，便宜点儿。家里还需要什么大件？爹，家里需要1台织布机，我媳妇儿会织布，大丫他们也能跟着学学，日后嫁人也有个傍身的手艺。走，去木工店。5两银，不少门钱。有了农具和稻种，大郎他们几个壮劳力赶在春耕前开出4、5亩水田不成问题。虽然要挑水浇灌，但大元朝开荒前3年免税，秋收绝对能见回头钱。大伯，大伯娘，来堂屋说话。今天你爹来找过我了，说你忤逆不孝。大伯，我赵青虎这么多年当牛做马，村里人谁没长眼睛？您摸着良心说我不孝吗？你这段时间倒在闹什么幺蛾子？把儿女都赶出去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伯，我不想继续供养2房了。您去看看我大房的孩子们，4鸭、6狼还有大郎家的大狗、2狗，他们饿得皮包骨头，再不给他们吃点好的补补，那4个奶娃娃绝对养不活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大房绝后啊！父母在，不分家，这是祖宗规矩。对，必须分家。你爹娘怎么办？他们肯定不愿意跟着你这个光杆司令。
他们自然是跟着他们寄予厚望的二弟。至于养老，爹娘有4个儿是多少，我赵青虎一分不跌，1年几百粮食几百文钱，过年过节的孝敬，我绝对按规矩给。但想要更多，继续吸我的血去养二房，大伯您就别白费口舌了。我爹那脾气您能说通，他要是讲理，也干不出吸大房血供二房的事儿。他不吐口，你这分家文书怎么写？二弟赵怀远要考童生，大孙子赵书礼也要科举，科举之人最重名声。老赵家要是出了个逼死亲儿孙的丑闻，名声臭出10里地，他们二房的科举路就彻底断了。大伯，您看着吧，到了那时候，为了保住二房的科举梦，老爹他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取舍。今天收获不错，11两银子加上1道多铜钱，购买1亩上等水田了。大元朝物价稳定，1两金换10两银，1两银换1000铜板。挨千刀的懒鬼，你老娘我这把年纪，今天都下地了，你看看一整天不知道死哪儿瞎浪荡，你是老母猪趴窝，你赖得出奇呀？这死老太婆10多年没下地了，今天居然被逼着下地了，肯定是水田里要翻地碎泥堵老鼠洞，活该！死人，老娘跟你说话，你聋了？娘，骂2句就算了，你要敢动手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是你亲娘。我也没否认啊，可哪有亲娘眼睁睁看着儿子病重不给请大夫的？哪有亲娘1年到头饿着自己亲儿子亲孙子的？你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狗不家贫，儿不嫌母丑，你这是嫌弃我？不给你请大夫怎么了？村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不是自己忍着？原主就是被你这句忍着给活活熬死的。呵呵，母慈子孝听说过吗？二弟是读书人，你要是听不懂，回头等他回来，你好好问问他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赶紧做饭，累了一天了。二房绝对偷偷开小灶了，不然光吃这破糊糊能长这么胖。老娘，我可还病着呢，您这是想饿死我呀？你今天干活了吗？你就要吃一满碗。老头子今天是打算跟我僵持到底了。行，那咱们就耗着，看谁耗得过谁。爹，大哥说竹林里的蛇老值钱了，是不是真的啊？闭嘴，跟着走就是。还没出村呢，这发财的路子要是让人听见，整个石龙山的蛇都得被抓绝种。哪里跑？看叉！哎呀呦！糟了，被咬了！你个小混账，找死不成？爹，没事儿，这跑得太快，我眼尖，早看出它是圆脑袋的菜花蛇，没毒，被咬一口死不了。胡闹！不管有没有毒，先把毒血挤出来。等去了镇上百草堂，必须让董大夫再看看。你给我记住，别莽撞，为了一条蛇把小命搭进去，不值当。知道了，爹。你们别怪爹带你们干这卖命的活，在农村想找条来钱的道不容易。爹也是想把这门手艺教给你们，虽然徒手抓蛇也能行，但你们没经验，容易出事。待会儿遇到没毒的，爹亲自给你们示范怎么徒手抓蛇。都给我看好了，看好了，徒手抓蛇讲究的就是一个快、准、狠。哇，爹，你这一手也太神了！这分明是满地爬的金灿灿、黄澄澄的铜板啊！少拍马屁，这徒手抓的招式专门对付那些见了人就跑的没毒蛇，要是碰上主动攻击的毒蛇，手里没叉子就是找死。2郎、3郎，你们俩来试试，记住要领，先抓尾，猛抖，左手快捋捏7寸，千万要比蛇回头咬你的速度快。金币，我来了！啊！哎呦，爹，救命啊！我被咬了！混账东西，找死不成？爹，没事儿，我眼尖儿，早看准这是圆脑袋没毒的，咬一口死不了。这不，我也抓住它了。不管有没有毒，先把毒血挤出来，等会儿去镇上让大夫看看，别莽撞，为了一条蛇加上相命不值当。好小子，快、狠、准。2郎，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今天大丰收，一共46条，毒蛇15条，光竹叶青就6条，麻皮蝮蛇9条。没毒的31条。爹，要不您带着二哥先去镇上卖蛇，我留在这儿继续抓，把蛇藏起来，明天咱们接着卖。你这小子胆子太大，留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而且今天去镇上还有正事要办。走，赵老弟都在这儿了，一共16两银子外加500文。看看，原本是800文铜钱的，就因为你小子逞能被咬了一口。刚才大夫给你抓了2副药，直接花出去300文。咬你的那2条蛇一大一小，加起来才卖了150文，给你看病花了300文，老子亏大发了。所以说，绝对不能为了一条蛇去冒生命危险。3郎啊，你爹说的对。这蛇毒可是要命的，若是被竹叶青、麻皮蝮蛇或者是那尖嘴蝮蛇咬了，老夫这儿根本没有现成的解药膏，只能靠老夫用阴针分封死穴位，强行逼出毒血，再用猛药内外加工。就算是这样，能不能得让大夫吓一吓他？不然他真敢为了2两银子去犯险。老板，有曲源梨吗？铁梨头有，但曲源梨的木架子你得去木匠铺买，我这儿只有纯铁器。长刀长矛是官府禁物，我这儿最多只有匕首。500文买了，留着防身，别眼馋，等爹手头宽裕了，一人给你们配一把。爹，您最好了！赵老哥，回头客啊，
取捐梨，现货只有3具大中小的，您随便挑。家里没牛，得靠人力拉，要这具小号的，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带铁的家伙事，这可是良心价，谢绝还价。那是木板梨和咕噜梨，开荒正好用得上。这3样大件我全包了，一共5两银子。三弟，爹赚钱是吗？可这花钱简直像流水啊！就转了2个铺子，7两多银子就没了，我的心肝脾肺肾都在痛啊！老板，40个肉包，40个菜包，全装上。就停这儿吧，2郎、3郎，你们把东西弄回茅草屋。我得回老赵家，继续去会会那对老骨头了。赵青虎，你是不是先打个过胡挪，咱都看来了。老头子，这讨债鬼天天光吃不干活，你就这么干忍着？忍，春耕前县里同生刺就出结果了。等老二和叔禄考中功名回来，我要他大房好看。10两的银锭3个，5两的21个，1两的17个，还有这一堆碎银子，足足152两，外加这4676个大铜钱。短短10天，老子靠着捕蛇，不仅给大郎他们置办了羊、猪仔和全套农具，手里还捏着将近160两的巨款。在绿竹村这地界，老子现在的现金流绝对排进前3。不过村后竹林连蛇洞都被我们刨了个底儿朝天，抓绝种了。想继续发财，得把目光瞄向石龙山深处了。爷爷，你看，我吃的好饱，肚肚圆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乖孙子，日后咱们家就是饿着天王老子，也不能饿着我孙子。大郎，回头你割2斤肉，提点东西去大爷爷家走一趟。爹，有啥事儿？这俩孩子以前瘦弱怕养不活，一直叫贱名，现在补回来了，身上也有肉了，让你大爷爷给他们取个响亮的大名。过年的时候，风风光光的把名字上到老赵家的族谱上。哎，听爹的。爹，有了你买的这些铁家伙，开荒快得很。5亩水田已经蓄水了，肯定还能再开出2、3亩。好，大郎、2郎，带人把那块地给我平出来，长宽30步，地势垫高，千万别让水淹了。爹，平那块地干啥？不种庄稼多可惜。用来堆肥，咱们要弄有机肥，这可比普通的粪肥强100倍。等水稻抽穗的时候撒下去，产量绝对吓死他们。还有，这山坳蓄水难，你们再出点死力气，在那边挖一个大池塘，截留山上流下来的雨水。梅雨季节一来，池塘蓄满，这就是咱们的命脉。若是能解决水源，这2旁的黄山完全能开垦成漫山遍野的梯田，再加上我的育苗插秧技术，这大元朝的农业算个屁的精耕细作！我要让大房的粮食堆成山！蜜蜂，蜜蜂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春暖花开，这漫山遍野的野花，现在的蜂蜜绝对是最顶级的。3郎，滚过来！爹，你叫我干啥？赶紧回家找你嫂子要点细线，再弄根鸡毛过来，打火石、干草、木桶、背篓全给我带齐了，快去！爹，要这些破烂玩意儿干啥呀？少废话，让你去就去，这是发财的宝贝。带上东西，死死盯住那根鸡毛，跟丢了拿你试问。爹，咱们跟着这带毛的虫子到底要干嘛呀？蠢！这蜜蜂采了花蜜，它得回哪儿去？当然是回蜂巢啊！蜂巢那里面绝对有蜂蜜啊！爹，你这脑子也太深了吧？怎么想出来的？哼，找蜂巢算什么？小爷我不仅要取蜜，我还要把蜂后活捉了。只要人工养殖成功，咱们家就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。到了，快看！爹，我爬树最厉害，我这就爬上去把蜜掏出来。急什么？用烟熏容易把蜂后熏死在里面，一只蜂后就是一个蜂群，那可都是源源不断的银子。先把位置记下，听爹的，我另有安排。走，回去摇人。爹，你是担心3郎爬树危险对不对？我去，我力气大，我爬上去掏。蜂巢就在那儿，跑不了，迟早是咱们父子6人的囊中之物。
今天找你们来是问问你们可愿意跟着爹养蜂？养蜂？爹，这野物还能自己养？咱们连听都没听过，根本不会啊！你们不会，爹会啊！我教你们。大元朝堂比金贵，你爹我活了39年，吃糖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小爷我绝不能再受这委屈。咱们打几个木箱子，把蜂后请进去，好吃好喝供着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稳定割蜜，卖钱是一笔暴富，留着自己吃也是绝顶的补品。干不干？干！养！好，大郎、2郎、4郎继续开荒。3郎，你带着5郎，用刚才的鸡毛法子继续进山给我摸蜂猫，越多越好。切记，采蜜极度危险，去找你嫂子，用粗布缝几个连着头套的衣服，再配上手套，全身上下只能留1寸皮肉露在外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爹。我去村里找王木匠打蜂箱，行动。老王在家呢，来笔大生意，帮我打几个木箱子。马上谷雨了，现在养上，今年就能见回头钱。先做4个，多少条钱？哟，青虎，你这手头可是阔绰了啊！这是找到什么发财的野路子了？嘿嘿，混口饭吃罢了。明早我来拿货。一天到晚不干活会死在外面。老婆子，我是造了什么孽，生了你这么个吸血的孽障？老天爷怎么不降下一道响雷，把你个王八犊子劈死啊！我要衙门告你！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行了，老二父子俩还有几天就该从县城考完回来了。等他们拿了功名，我看老大还能狂到几时？大郎到5郎全带上家伙，跟我走。爹，今天抓多少毒蛇？我们连木叉子都没带啊！今天不抓蛇，给你们看个好东西。哇，野味！爹，您挖个坑就能凭空变出肉来，您啥时候还会打猎了？嘿嘿，你爹我会的绝活多着呢，都看好了。做陷阱诱饵和位置是基础，最核心的是这块活动踏板。古代没铁弹簧，爹就用篾匠的手艺把竹皮用水煮透，煮软的竹皮弯曲后弹力极大，比绳子硬，比木板软。猎物一踩，竹皮一弯，踏板瞬间翻转，猎物直接掉坑。5只野鸡，3只野兔，大丰收。大郎，野鸡气性大，养不活。回去直接宰3只，给孩子们炖锅烂糊的野鸡汤解解开。听爹的。爹，我爬上去。爹，我陪3弟一起上，有个照应。穿好防护服，用烟熏，一定要把蜂王给我活着弄下来。5郎，带你2哥去昨天踩好点的地方。好，只要蜂群一进蜂箱，立马抬回家。有了这蜂群，以后就是源源不断的摇钱树了。锣鼓喧天，这是县里来喜报了。赵书礼考中童生了，好小子，早不中晚不中，偏偏在我准备彻底分家的时候考中，这是给大伯我出难题啊！哈哈哈哈！同喜同喜呀！我老赵家终于出读书人了。恭喜赵老哥，咱们绿竹村可是20多年没出过童生了。是啊，书礼今年才14岁吧，已经是童生老爷了，神童啊这是。官爷辛苦，一点碎银子拿去喝茶。老太婆，原主当年高烧病重快死了，你连请大夫的几10文铜钱都死活舍不得拿。爹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老宅那边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去，给爹煮碗蜂蜜水润润嗓子。好嘞，爹您稍等。4丫、6郎、大狗、2郎，快过来！爹，来吃糖，1人1颗。谢谢爹。大嫂平时每天只给我们吃一小点呢。下次去镇上还得买点坚果干货，糕点茶叶会回来。小爷我摆烂养老，总不能天天只喝着甜水。爹，今天咱们带回来的3个蜂巢，足足摇了3罐纯蜂蜜，这要是卖到镇上，少说能换18两6钱银子呢。爹，书里堂弟考中童，您是不是心里不痛快啊？童生算什么？书里考上的奶彻底好陷入疯狂，根本跟不懂科举有多难。童生什么？连指望他们当大官的。有了这童生功名，你爷奶底气更足了。我要想从老家彻底分出来，恐怕得脱层皮了。搞不好他们会逼我净身出户。爹，咱们不管他们，自己过好自己的。二房就算以后真当了官，咱们也不去沾他们的光。说得对，各凭本事吃饭。对了，村里养蜂的事怎么样了？爹，跟咱们学的一共有6家，村长家、大爷爷家都在弄。不过咱们动作最快，把山里能找的蜂巢全弄回来了，晚一步都被别人抢了。这段时间咱们大房赚得盆满钵满，今天老爹给你们发零花钱。大郎、秦氏，这5两是你们2口子的。
2郎、3郎、4郎、5郎，一人1两银子，大押、2押、3押，一人100文。爹，这也太多了，我拿着烫头啊！拿着，钱是男人的胆。秦氏嫁进赵家快3年了，跟着你吃了多少苦？回娘家的次数一巴掌都数得过来。这几天你抽出空去镇上多买点贵重礼物，带着秦氏和2个孩子风风光光的回娘家走一趟。爹，谢谢爹。行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们好好休息，我得回老赵家了。那边的好戏恐怕才刚刚开场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说正事。书里考中童生，这是光耀门楣、改换门田的天大喜事。我跟族老们商量过了，这次不仅要大办祭祖，还要在村里摆流水村，都沾咱们老赵家的喜气。老爹，祭祖，咱们老赵家连个祠堂都没有，去哪儿祭？去院外坟头乱哭一通吗？也不怕丢人现眼？你闭嘴！这次流水席要往好了摆，必须见荤香，而且要连摆3天3夜。绝不能丢了咱们老赵家的体面。3天3夜，老爹您是真敢吹啊！镇上王员外家儿子考上秀才，也才摆了3天。书里考个区连功名都不算的童生，你们就要摆3天3夜。老赵家是有座金山呐，您就不怕传出去，书里在镇上学堂被人笑掉大牙？混账！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摆酒席需要花销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老大，你大房打算出多少？老爹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我出多少？我出一张嘴啊！到时候开席了，我一定多吃肉，多喝酒，好好沾沾我这亲侄子的喜气。你个一毛不拔的不孝子！书里是你亲侄儿，这是他的人生大事，你这个当大伯的连个铜板都不出，你还要点脸吗？哼，老爹，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咱们老赵家什么时候分过家了？我的钱不都在您和我娘的口袋里捂着吗？我哪来的钱？你胡说！你去村里问问，谁信？大郎他们几个小子这段时间又是打野味又是卖蜂蜜的，那可都是金贵的稀罕物，你会没钱？老娘，我看你才是老糊涂了。大郎他们早就被我分出去了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分家文书。大哥，你怎敢如此忤逆爹娘，简直不为人子！大哥，杀人了！你个天杀的，快放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有种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大哥，你别乱来！赵怀远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，这个家里最没资格教训我的，就是你这个敲骨吸肥的吸血虫！以后再敢对我指手画脚，别逼我抽你！逆子，大逆不道的逆子啊！老3老4，明天去把族老给我请来，反了他了！我的老天爷呀，我不活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爹娘，大哥他是中邪了吗？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变得跟活阎王一样？早知如此，当初他病中你娘的，好歹花几个头版给他看大夫啊！3弟4弟，你们大侄儿这次考中童生，可是天大的喜事儿，大哥不管，你们2个做亲叔叔的，总得表示席的钱。二哥，家里的钱不是全都在娘手里攥着吗？我连个大子的摔坏了那儿，我们身上来都没有摆。就是一群脑子帅眼了吧？咱们又没分家，钱全要是现在不掏钱，以后休想来打秋风。爹娘，二哥，天不早了，我们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，先睡了。都别吵了，明天我亲自去请2位族老过来。这事儿没完！我连个大子的摔坏了那儿，我们身上来都没有摆。就是一群脑子帅眼了吧？咱们又没分家，钱全要是现在不掏钱，以后休想来打秋风。爹娘，二哥，天不早了，我们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，先睡了。都别吵了，明天我亲自去请2位族老过来。这事儿没完！3弟，多吃点，你今天可是主力。老大，站住！今天家里要摆席请客，我还请了村长和2位族老过来商量大事，你就别出去了。我去看看4丫和6郎他们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大郎，今天老宅那边肯定有大动作，你们按计划带大队人马去山坳继续挖戏水池。是，爹。3郎，今天你跟着我上阵父子兵，今天老宅注定不太平，带个儿子在身边，万一有突发事件，老子也有个帮手。好嘞，爹，我早就想去看看他们那副嘴脸了。去，抓一只最肥的野鸡带上。咱们大房跟老宅现在可是2家人了，既然上门做亲戚，总得带只野鸡当贺礼，不能丢了份儿。哎呦喂，恭喜叔老堂弟啊，考中了童生，这可是咱们整个绿竹村同辈里的独一份啊！恭喜恭喜！爹，您快请坐。
赵三郎，你个瘪犊子玩意儿！你死回来了还不赶紧帮着干活？今天家里有客人要来，席面马上要开，还不赶紧滚去邻居家借碗宽、桌椅板凳去？奶啊，您这是老糊涂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爹早就白纸黑字把我们分出去了，咱们现在是两家人。今天我赵三郎上门，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客人啊，哪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？咱们老赵家现在可是出了同生老爷的书香门第了，可不能这么不懂礼数，传出去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你个忤逆不孝的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啊！哎呦奶，您可千万别冤枉我，我赵三郎不过是您10个孙子里最不起眼的一个，上面还有您的4个亲儿子、3个亲儿媳，外加3个闺女、3个女婿呢。要论尽孝，从上往下数，从往上查，排队也轮不到我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孙子啊！您说是不是？你赵青虎，你儿子如此忤逆长辈，你个当老子的还不打死他！娘，我觉得三郎说的没毛病啊。再说了，他本来就是个不孝的东西，我不是早替您做主，把他们全家都净身出户分出去了吗？这还不够让他长记性，我哪还有资格打他呀？你们都给我住嘴！嘿嘿，爷，您老安好，孙子这厢给您请安了。哼！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干活！陆家处理你快看，那不是老黄牛赵青虎吗？这是怎么了？老赵家转性了，老大怎么跟个老太爷似的坐那让人伺候？书里这孩子有出息啊，年纪轻轻考中童生，咱们老赵家的辉煌和运道全在这孩子身上了。老赵啊，今天我这个当叔公的就托个大，这种光宗耀祖的大喜事，你们家打算怎么大办呢？哎，不怕六叔笑话，侄儿我是真有难处啊。哼，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说。书里现在可是童生老爷，身份地位摆在这儿，谁也不能让他受委屈。六叔啊，老婆子我是没法活了。稳住，看他们唱什么双戏。老大这个孽障翅膀硬了，他忤逆不孝啊！父母再不分家，还硬是把大了那些免费劳力全分出去，都要养老，地里的活全都不干了，天天在家吃白饭。这次书里中童生百席，让他是一毛不拔呀！这样忤逆不孝的，请六叔为我们做主啊！赵青虎，你这个孽障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族中规矩？六爷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族中规矩我自然守，但忤逆不孝这顶帽子我赵青虎不戴。我老娘今天指控我不孝，总得说出个1、2、3来。这绿竹村我也不是第一天住，这39年，我赵青虎像头老黄牛一样给老家当牛做马。我孝不孝，全村人的眼睛都不瞎。你个孽障，你还敢狡辩？关老爷断案，人犯还能辩解2句呢？怎么，赵家的族规比大元朝的王法还要大？六爷，您这架子摆得比县衙里的县尊老爷还要大呀！你混账！孟占红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，你书里可为大伯一毛不拔，你还有理了？哈哈哈哈！自古以来，什么是自古以来？往上数，这万里江山自古以来还是前朝大前皇朝的呢，怎么现在改姓了大渊？自古以来就是真理。六爷，这破格背礼的话，您敢去衙门评理申辩吗？逐出宗族，开启祠堂，把你这个背礼严的忤逆之人逐出宗。赵六，你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你以为你辈分最高就能只手遮天？我老赵家活人里没人比你辈分高，但你别忘了，这地下还躺着我老赵家的列祖列宗呢。来啊，赵六，继续说，你要把谁出族？我赵青虎为老赵家绵延子嗣，育有10个儿女，如今连孙子都有了，你要把我出族？你当着我太爷太奶爷爷奶奶的排头面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赵六算哪根葱？你也配当赵家族老？我老赵家在绿竹村落户几10年，连个破祠堂都没建起来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你就是这么孝敬列祖列宗的，你也不怕下了阴曹毒妇，老祖宗把你扫地出？娘，公爹婆婆可都在这儿看着呢。您刚才不是指责我不孝吗？来，当着您公婆的面儿，您继续说。我爷奶他们可都在天上听着呢。六叔，别硬撑了，再闹下去要把列祖列宗都气得诈尸了。快走！老大，你个逆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我想干什么，是爹娘你们想干什么才对吧？咱们老赵家没分家，我兜里比脸还干净。书里是童生，你们要摆3天3夜的流水席，我绝不反对，但要钱没有，要我干活没门儿。爹，我们4房也赚的一个大子儿都上交给娘了。对，我的钱也全在娘手里，我们可掏不出办席的钱。大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你手上没钱，可大郎他们手里有啊。书里可是大郎的亲堂弟，大郎掏钱办酒席不是天经地义。你这算盘打得我在村头都听见了。你儿子考上童生，让我儿子出钱办酒席，是你周氏没手没脚，还是他赵辉华是绝世大废物？没钱你冲什么大尾巴狼？10里8乡去王员外家儿子考上正经的秀才才敢摆3天流水席，你区一个童生，连个功名门槛都没摸到。
你们也好意思摆3天3夜，也不怕传出去，让书里在镇上学堂被人笑掉大牙？赵庆晚夜上天了不得地表呗！闹不笑！我赵青虎12岁开始往家交钱，这27年来，我上交的银钱带走的那10两没有要压箱底的800里，大半都是老子拿命赚回来的血汗钱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我堂堂读书人，你给我跪好！赵怀远，你6岁启蒙，读了30年书，你除了哄骗爹娘拿钱去镇上吃喝玩乐，你往这个家拿过一个大子儿吗？你们二房一窝子金贵人，家里的活不干，地里的活不沾，吃喝拉撒全靠我跟老三老四养着。你就是这么报答兄弟的，敲骨吸髓自家兄弟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来祸害我大房的侄子侄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够了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愿意供养他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老东西，你居然真下死手！都走，都赶紧走！流水席定好日子再通知你们。赵青虎这孽障得了失心疯了，他的话一句也别信。大哥，你今天闹这么大，怎么不趁机提分家的事儿啊？你怎么不提？我哪敢啊！你们俩最好也清醒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咱们家马上就要迎来一场吸血风暴。书里现在是童生，肯定要去现学念书。以老二那不要脸的性子，绝对会跟着去镇上，那是吞金兽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家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撑死结余30-40两，已经花了不少。现在家里剩下的那点钱，根本不够老二在县城安家置业。只要一个人钱放假再回家不就行了？你是不是傻？二哥奸懒馋滑的德行，爹娘又偏心到骨子里，爹娘卖哥一开口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卖田卖地？不行，家里的田地是我们4兄弟命根子，绝不能让爹娘卖地。卖田卖地，这怎么可能？田地可是咱们农家人的根本啊，怎么可能卖掉？老头子，你那个当族老的六叔也是个没用的老废物，连个名分都压不住老大那个孽障。这大好的日子闹成这样，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流水席就缩减办2天吧。爹，要我说就摆1天得了。咱们家要是银山统共就剩10几两碎银子，干嘛白白砸出去给村里那些泥腿子白吃白喝？把这钱给我不好吗？10几两银子够我去县城最高档的青楼快活好几回了。老二，你肚子里又憋着什么章程？爹，您想啊，书里马上就要跟我去县学求学了，那是多大的场面！在县城要是没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宅子，那多不方便呀！去县城买宅子，那得要多少银钱？咱们家底子全掏空，可就剩下30多两银子了。爷爷，若是在县城有个体面的宅子，日常招待同窗，结交县里的贵人也方便，不是？咱们要在县城承租破房子住，平白让人小瞧了我这个童生，更耽误了孙儿未来的仕途啊！那县城房子贵吗？要多少银子？爹，县城好造地段的一进院子，100两银子就能拿下，足够咱们二房风风光光的住进去了。这还差着银钱，根本不够啊！爹，钱不够可以凑吗？老三家的小草，小花不是也大了吗？把这2个丫头片子送到县城卢员外家去，对外就说是去当最低等的丫鬟，每个月还能拿300文的月钱，暗地里咱们直接签死契，把他们卖给卢家，这少说也能换回20-30两现银。 2个迟早要嫁人的丫头片子，能给家里换点出息也不错。可是这加起来离100两还差得远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！爹，大哥手里的钱呢？他手里肯定有不少。别想了，老大现在就是条疯狗，他死咬着不松口，还把祖宗牌位都搬出来了。天王老子来了都没办法。那老三、老四手上肯定也私房钱财。什么性子你不知道？老四手里面就算抠出点铜板，也绝对不够塞牙缝，他根本没来钱的道道。爹，现在的上等水田是什么价格？为了梳理，卖地。 大哥，这群泥腿子简直像饿死鬼投胎啊！这么个敞开肚皮的吃法，就算只办1天，咱们家粮仓里的粮食也得少掉1大半啊！这可都是精米啊！原本这些稻谷送去镇上，能换回来几大车粗粮，足够咱们一大家子嚼骨到秋收的，现在全被他们造完了。大哥。 你看看这帮泥腿子，敞开了肚皮吃，这1天下来，咱们粮仓里的精米得少1大半。这要是拉去镇上，能换多少草丛啊？淑宇考上童生，可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，花点粮食算什么？大哥，你真不管地里的活了？没了大房25亩水田，从翻地到碎土蓄水，把我们3房4房累得脱了一层皮都没弄完。大哥，你再不管，咱们家是真的忙不过来了。等等吧，再过几天，也许你们想种田都找不到田地了。大哥，你话什么意思？地还能长翅膀飞了不成？大郎，带上你媳妇儿、弟弟、妹妹，全都过来！
今天老赵家大喜，开席吃。真香，反正是咱们大房种出来的粮食，不吃白不吃。今天是选种泡种的大日子，70斤稻种，足够咱们那7亩水田用的了。大郎，先泡水。爹，好好的种子干嘛要泡水？直接撒地里不就行了？撒地里那是老黄历了。今年爹教你们一种全新的水稻种植法，先泡水，把里面藏着的鳖犊子全给我泡出来。到。爹，神了，坏种子自己全浮上来了。哼，粮店这帮黑心肝的，掺了这么多鳖壳。今年秋收，咱们自己留种，把这些沉底的实心种子捞出来，装进麻布袋，放在阴凉处。记住，接下来的3天，每天早上连布袋一放水里各泡1刻钟，催芽。记住了，爹。今天咱们弄秧田，把这块秧田里的水全给我舀到旁边田里去，泥巴露出水面就行。上轱辘，来，2个一组，给老子拉！全靠人力硬扛。全靠人力硬扛，太苦了。等忙过这阵，必须去趟县城买头牛或者驴回来，绝不能把儿子们当牲口使。醉一步平田，大郎昂2郎下田。爹，金弓出细火，这法子一定行。稻种撒在这上面，肯定能出好苗。大哥，不好了，你快回家！爹跟娘要把咱们的田全都卖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那是咱们农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啊！卖了咱们吃什么？走，回去会会这帮吸血鬼。老爹要卖地，您把地都卖了，这一大家子小小，以后喝西北风去吗？地是我的，老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你们一个个有手有脚，还能饿死不成？别什么都指望家里面。就是，村里没地的人家多了去了，也没见死绝。爹，娘啊，田地不能卖啊！卖了地，咱们3房4房一家子怎么活呀？混账！吃什么问老子？你没能耐养就别生。老三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二弟可是费了天大的面子，给你们家小草、小花找了个好去处，去镇上卢员外家当丫鬟，每个月足足有300文的月钱呢。卖我女儿？爹娘，不能啊！小草、小花是我的亲闺女，不能卖去当奴婢啊！爷奶别卖我们以后少吃饭多干活，不当奴才。全是你个不要脸的赔钱货！谁说卖身了？那是去大户人家享福，每个月拿月钱补贴书里读书，是他们的造化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个不如的狗东西！你读了30年的圣贤书，学堂里的夫子就教了你回老家卖亲侄女，我他妈今天弄死你！青虎，你别冲动啊，杀人偿命啊！逆子，赵青虎，你敢动老二，老子杀人了！你个孽障，快放开我儿子！大哥，别把人打死呀！走，这么大的热闹，不看可惜了，跟上。爹，谁敢惹你？大郎，把碎泥的轱辘弄过来，把拉车的套绳给这畜生套上。想跑没门儿！赵怀远，给我动起来！敢磨叽半步，老子今天活活抽死你！不，我堂堂读书人，有辱斯文啊！好，你个昧尽良心的小人！我让你变卖亲侄女谋私利，我让你压榨至亲利益，
我让你饱读圣贤书，我今日就让你彻底醒悟！逆子，你个天杀的逆子！你要弄死老二，你先来弄死我！想死，你大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试试。老二啊，怀远啊，娘的心肝宝贝儿啊！赵青虎这个黑了心的孽障啊，他就是要弄死你啊，他不得好死，猪油蒙了心啊！作孽呀，作孽呀！赵青虎，你个孽障，快住手！青虎啊，你别冲动，闹出人命，全村的名声就毁了。逆子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分家，你休想！忤逆不孝的东西，父母在，不分家。爹，您怕是老糊涂忘了，当初我爷奶还活着的时候，是谁闹死闹活，硬生生分了家的？老头子，分把这个忤逆不孝的分出去，留着他迟早要把老二害死。好，分！今天就把你这大逆不道的东西分出去。不只是我，老三、老四也要一起分出去。混账！老子还活着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爹娘，我是你们亲儿子，你们给我一条活路吧。二哥今天为了钱能卖小草小花，明天是不是也要卖我的牛宝和蓉蓉？难道我赵青虎？你也是个逆子，谁说要卖儿卖女了？那去卢员外家当丫鬟当服务。这个家还沦落到你拿来做出去？行，老三、老四，带上你们的儿女跟我走，咱们现在就去县衙。我要亲自问问县里的教育大人，他教育怎会教出赵怀远这种贪图私利、背弃至亲的人？书里这般行秋的是堂妹，就要趴在银前学学，如此德行，你大胆！我要去衙门杀死进没有遭受处死，赵姓相方前路定会如此无牵无挂，如此处置。爷爷，你们手下留一幸运他吧，我寒窗苦读换来的功名千万不能丢失啊！爷爷，分家，全都分出去！你们这三个逆子，全都给我滚出赵家！早这么实教不就好了？老赵，说话呀，说话呀！不是要分家东西，各房住的房间分给你们。就这？那田里的银钱呢？牲口、农具、粮食呢？农具他们自己常用的带走，银钱家里供养2个读书人，早就花得一干二净。粮食拜流水席全吃光了。多少田寸？家里15亩中等水田，有10亩是我们哥仨亲手挖出来的。除了爷奶当年分给你们的那点底子，剩下的哪一寸是您挣下的？混账！田契地契上写的是我赵国头的名字，那田地就是我的，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田地绝不能分，分出去了，老二去县城安家要的那200两银子，我他妈去哪儿弄？必须全捏在手里卖掉。1分钱不给也好，就当是全了原主这30年来的生养之恩，从此互不相欠。爹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算你要补贴二哥，家里25亩水田，18亩旱地，您1亩都不给我们分吗？您这是让我们出去全部饿死啊！老四啊，你手脚活有私房钱，分出去也能过。实在不行你就别分家了，留下来跟爹娘一起过。留下来继续给二房当牛做马吗？今天二哥为了钱能卖家三哥家，小子就能卖我的牛宝和蓉蓉。爹娘，你们不给田地不给粮食，我4房认了。只是自此以后，爹娘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。孽障，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给你娶妻生子，反倒养出个仇人来了，想一句话就撇下父母，你做梦！我告诉你们，分出去可以，以后每个月3房4房必须给我们老两口2两银子养老，1年夏冬节的节礼仪衣鞋各一套，每年再给500斤稻谷的养老粮，少一样我就去衙门告你们忤逆。什么？1个月5000？我们去镇上干苦力，不吃不喝1个月也才挣800、900文啊！还要衣服粮食，这是要硬生生把我们吸干抓净一直到死啊！爹娘，你们这是真的一条活路都不给啊！老爹，娘这番话也是你的意思。好，想吸血是吧？想太美了。老三、老四，去我房间，把太爷、太奶、爷爷奶奶的牌位给我抱出来，带着牌位，咱们现在就去县衙。小草，带着你弟弟妹妹还有柔柔、牛宝，跟大伯一起去县城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管你要田要地，老子今天直接要你的命！逆子，你敢！大兄弟，冷静啊，不至于哈，咱们没必要闹出人命。大哥饶命，爹救我！啊！怀远，我打了我儿子。我的儿啊，赵青虎，你个天杀的，你不得好死啊！赵捕头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被除族？大哥，你
你也要逼死老赵家的血脉？是你把大房、三房全逼死了，我立马把你出租，当着你爹娘爷那牌位，你继续闹啊！你愿意带着二房死哪儿去？我管不着。买儿卖女，逼死亲生骨肉，绿竹村太小，容不下你赵骨头这尊大佛。你们一家子趁早滚出村子！青虎、老三、老四，此次分家，家中田地、银钱、粮食分毫不与你们三兄弟，你们三人可认可？村长、大哥，田地我不争，粮食我不要，就连居住的房乱我也一并舍弃。我车狗心再送没死电日，也绝不心生埋怨。算不上分家，只当彻底理清亲缘纠葛。这宅院早已无半分温情。既然进城分户出去，那赡养事宜就按照村里最低标准执行。你们三兄弟一年上交500钱款，200斤粮食，逢年过节3日换金布，您是否认可？2两银子3斤蜂蜜，无法买。养蜂是3弟的手艺，您若想要蜂蜜，可让地上艾尔赵怀娇自行上山寻找蜂巢采。前去收拾行囊吧，分家文书由我来执笔拟定。多谢大伯，多谢村长。